但市场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对吧？觉得啊，你一个长剧演员，你怎么会跑去演短剧等等？我没有觉得说啊，我去演短剧了如何如何。但是像我们拍红豆的时候，因为是拍摄实在是太紧张了，起码16、18个小时工作时长是有的。那我再去健身，我觉得我有点太神仙了，而且反差很大，就是你感觉它好像是一个小家碧玉型，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风风火火型，你会觉得被治愈到啊，世界很美好啊这种感觉。昨天健身房特别卷，半夜都12点1点了，我想可能没有人了，一进去起码将近10来个人。腾讯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你是真无能，还是无心？诛杀与杀戮！我看你就是个妖物！你要去找别的娱乐吗？不是。你可以带入剧中这个角色的身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沈密尔的角色吗？从小其实是一个比较缺爱的男孩子了，又是受于礼教的约束，然后有着自己的很多的规矩，也是一个被皇上一直 PUA 的这样的一个大男孩。他是一个很教条性的一个人物，虽然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啊，但是在情场上他还是一个质子了他有很纯情的一面，然后他也对于感情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霸道的一个体现，对，然后也是一个宠妻的这个狂魔吧。这也是你第一次演这种微短剧吗？当时接下这个剧本的演绎是什么？无糖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支撑，对，然后加上一个很好的搭档赵晴的一个出现，对这个项目的憧憬跟他们所付出的那种让你看到的那种专业的程度，会让你觉得我应该去尝试尝试。大家说连郑业成都开始演短剧了，会觉得长剧演员卷到了短剧赛道其实也没有了，只要是我的本职范围工作内的，同样的也是在演戏，我并没有去改变我的专业属性，所谓的我就是吃饭的本事嘛，所以我没有觉得说啊，我去演短剧了如何如何。但市场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对吧？觉得啊，你一个长剧演员，你怎么会跑去演短剧等等？那当然了，还有大环境的原因嘛，对不对？有很多的长剧集它无法开机，那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的项目，它在前期的聊的过程中都很好，中期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就被搁置了。那作为我的一个1年365天的安排来讲的话，那我更希望我是能有更多的展现给观众的平台嘛。所谓的短剧集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让大家不用等那么久。之前有几个戏的确压了很久，它一直没有播出，就好多人都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再赶紧看到我吧。对，我并没有不见，只是还在努力的耕耘而已。这部剧大家觉得全程高能吗？然后你当时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还蛮刺激的？大家总认为好像短剧是一个新颖的出现的一个彩色电视剧，是吧？但是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提炼了许多曾经的长剧集中的所谓的经典桥段，或者说精彩的桥段，把它揉在了一起，把许多冗长的铺垫的部分给去除掉了。剧中也有很多的这种高能名场面嘛，如果让你给大家安利一幕的话，你会安利哪一个名场面？水牢那一段吧，于我而言可能是一个比较加分比较大的一块吧。演的过程中有没有爽感？我在演绎它的时候没有过多的爽感，而是更多的是痛苦。他无时无刻都在做着对抗，与所谓的权力的对抗，与这个所谓的认知的对抗，与自己情感与现实的对抗。但是观众看得很爽，比如说给副驾跟眼神啊一些特写的镜头，你演的时候会有这种害羞的感觉吗？那当然会害羞了。作为中国人都是含蓄的，对吧？我也是含蓄的。在这样的戏的时候，其实我挺抗拒的。很多时候都跟导演讲，我说我一定要把衣服脱掉吗？穿衣服不能演吗？反正他自有他的道理了。因为观众都说这个沈面对绛珠是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生理性喜欢嘛。然后网友也说他口嫌体正直，大家说你演的特别清爽，然后你是怎么就是把握这个度的？就是因为有我们国人的含蓄吧，也没有说刻意的要去展现什么所谓的身材的好或者等等一系列。我自认为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没有过多的去关注我自身，我更关注的还是剧本本身。我在这场戏我应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状态，让观众能看得懂，还能够共情嘛。
所以不油腻的秘诀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帅。油腻这一词，它也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词，就是你觉得油腻，它就是油腻；你不觉得它油腻，它就是不油腻，等于说各花入各眼。如果说动物素这个神庙跟绛珠，你觉得它们分别是什么动物？绛珠像是飞进神庙黑白世界的一只彩蝶了，忽闪忽闪的就飞进来了，让它的世界充满了色彩，它所到之处都充满了色彩。那神庙的话，它更像是一匹孤狼吧。这种吻戏也比较多嘛，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吻戏？互达心意的那场吧。终于绛珠除了这个所谓的生理的绑定之外的，他开始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这种的爱意了。然后神庙其实是更早动心的那一方，两个人在那一瞬间的那种感觉，对。那场戏其实自己演的也很有感觉，苦了好久，终于哇，有情人终成眷属吧。这次跟赵晴合作嘛，然后对于她的网络印象和现印象分别是什么？网络印象就觉得可能她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美女，是吧？就老是拿平平无奇说像开玩笑一样嘛。实际上她是一个有很多想法跟充满抱负的这样的一个女孩而且她的表达能力啊，综合能力很强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反差很大，就是你感觉她好像是一个小家碧玉型，那实际上她是一个就是风风火火型。她还有个印象让我比较深的就是她是个不要命型的女演员，为了戏对吧，她这个无所畏惧，甚至让自己不惜自己受伤这种的。有些戏感觉明明是就很安全的戏，但他也可以让自己受伤。我拍完戏之后，我跟他说的以后拍戏注意安全，别的不用嘱咐什么，你都很好，对吧？你就是把艺术生涯保持的长久一点，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对，因为他演戏的时候比较忘我嘛，有的时候他有可能地滑，但是呢，他又要去做一些跑动的这样的一个演绎。那我可能下意识的会去想一想，如何去在这个既能感觉画面里是跑的，又能保证自己是安全的状态。那他可能不会去想那么多的东西，这是好事儿，没有那么复杂想法的一种的很率性的表演。但是呢，同时对于他赵晴本身来讲的话，又是一件没有说到那么好的事情。万一你说当机真的摔坏了，那其实影响的会更多嘛，对吧？毕竟这么好的女演员越来越少了。之前你们直播的时候玩这个美人师兄梗嘛，还带出东北方言，然后想让你用东北话来评价一下赵晴的东北话水平。那赵晴的东北话水平一定在我之上了，我东北话其实很少，可能说就是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里就觉得啊，东北味就是说话得带点这种腔调啊，就是这种感脚，是吧？可能两个东北人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哎，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感觉出现。大家看你们两个的对手戏都觉得好甜呀，就是而且赵晴也非常的甜美感嘛。你在拍的过程中会觉得有被甜到吗？有的，你会觉得被治愈到啊，世界很美好啊这种感觉的。因为之前你们晒出了两个人的合照嘛，然后说凑不齐4只眼睛，很好奇那个照片是谁拍的？是他拍的。两个人在片场还有其他的合照吗？基本都在他那里吧。在这部戏中也有很多的公主抱的戏份嘛，然后大家都夸大成老师是这个内娱公主抱质检员，有什么情况下是不抱的？没有那么合理的情况下是不抱的，但凡有一点点合理就可以抱。主要还是看剧情的感觉走向吧。如果感觉到了那位置，你其实可以有这么一下，会给观众的感官上会有更多的这种又上一下的这种感觉。大家都在公主抱，有没有研究什么新的花样？会的，每一场戏都是要设计调度的。作为一个所谓我的动作戏比较出挑的一个演员来讲，如何控制的既干净又合理又不影响文戏的状态，这就是需要有一些设计的了。感觉您的拍的动作是特别的唯美嘛，就审美很高级，这个是不是也跟您之前戏曲的这个基本功啊、经验有关系？那一定是有得益于戏曲的滋养了。我从小就是学艺术京剧这个专业，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专业的基本功翻跟头啊、练功啊、唱戏啊，然后去理解人物、演戏啊。恰恰好在我选择的这个职业上，又能运用上我曾经学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大家都夸您是这个内娱新晋男
男菩萨嘛，为了保持这身材管理，拍戏前有没有加大健身的强度之类的？这个戏有这些需求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做一些身材的管理的。但是像我们拍红豆的时候，因为拍摄实在是太紧张了，起码16、18个小时工作时长是有的，就从到了化妆间到收工那一刻是这样的一个时长，一天就24小时。那我再去健身，我觉得我有点太神仙了。红店的健身房非常的卷嘛，您平时在健身房有遇到其他的艺人吗？后来交流？肯定是有遇见过，横店也有好多健身房，有一个健身房我经常去，那个它是24小时都开门的。当时就觉得，的确横店健身房特别卷，半夜都12点1点了，我想可能没有人了，一进去起码将近10来个人。《红话江湖之领主》最近也刚刚杀青嘛，然后从10年前不良人的李星云到领主里的百里登锋，想问在演技《画江湖》系列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很荣幸又一次出演《画江湖》系列的真人剧，《画江湖》真人剧系列的第一个的真人的改编就是由我来完成的，然后这次的领主又是我来去演绎的。第二点就是压力很大。第一次的时候，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有一种不怕输的这种劲儿吧，因为那会儿也还寂寂无名嘛，一腔热血的闷头干。现在呢，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就是所谓的会有压力，是因为有一定的基础了，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判断跟对我的认定来去判断我演这个角色的好与坏，还有就是动漫粉丝对于我饰演这个人物的这种统一性、完整性，是不是达到他们认为的那种的1比1复刻，或者说是更好？更好是不可能了，就能达到80%复刻，我觉得都已经很谢天谢地了，压力也很大。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嘛，马年有立什么新的 flag 吗？没有，每年无非你想的肯定都是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上好剧，对吧？有好角色，有更多的这样的露出，能跟大家更多的见面，对吧？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了的，你只能说把握好当下，做好当下能做的事情，然后去尽善尽美的去对待每一个人，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趣味吧。看到就是你之前演第一部剧到现在刚好是10年的时间嘛，感慨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是一转眼时间咱们差不多就到了。